欧洲需要在俄乌冲突、安全贸易等问题上保持与中国的密切沟通。此外，中国的市场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贝尔伯克是近期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后访华的又一欧洲政要。对于欧洲掀起的访华热，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日前刊文称，一方面，欧洲各国试图就乌克兰危机、安全与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与中方展开沟通；另一方面，不少欧盟成员国承认，不论国际局势如何，欧洲作为世界重要的第三级力量，不能盲目跟随美国的恶华战略而失去中国，应继续与华接触。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正是刚刚结束对华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他在回国的专机上对媒体直言，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性，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马克龙还表示，在台湾议题上，对欧洲而言，最坏的情况就是跟随美国的政治议程。同时称，欧盟不应该陷入世界的混乱和不属于欧洲的危机。上述言论在欧媒引起广泛讨论。法国24电视台报道称，马克龙的涉华言论受到美方的批评。不过，他12号在访问荷兰期间，与荷兰首相吕特举行的记者会上重申，成为美国的盟友，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他们的附庸。Ally doesn't mean being a vassal. It's not because we do things together that we can't think alone. 关于台湾问题，马克龙则强调，巴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寻求和平解决局势的方案。对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批评他逢迎中国，马克龙反指特朗普的言论正反映有部分人正寻求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因此不予置评。马克龙同时强调，法国不支持挑衅行为及不切实际的政策。马克龙在海牙一家荷兰研究机构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欧洲主权，称欧盟必须在贸易、工业等5个关键领域确定自主立场。法国《世界报》称，马克龙认为战略自主性是他担任总统的一个重要方针。他一再呼吁加大对国防能力的投资，加强欧盟内的合作，不能过分依赖于美国。同时，也希望欧洲能够加强自己的外交政策，通过更加协调的方式来维护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马克龙的相关言论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欧洲国家的赞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1号就公开表示，欧洲领导人正越来越支持马克龙避免成为美国追随者，加强战略自主性的主张。米歇尔直言，马克龙的观点反映了欧洲领导人的观念转变。我想，这个战略自主一直是欧洲一个长期的方向。在中美竞争也更加激烈的情况下，它其实面临很多问题。一个方面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经济力量，它需要进行一个地缘政治的转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它也寻求要在美中之间进行一些平衡和权宜，去照顾它自己的利益。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欧洲在台湾问题上不应成为美国附庸的言论，遭到大西洋两岸的同步围攻。您对此有何观察？围攻这个说法确实很精准，也很形象，是当下法国总统的真实处境。那么围攻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甚至连美国史上最烂国务卿蓬佩奥，他作为过气的政客，也在蹭热度，在带节奏。昨天在电台节目中蓬佩奥就指责马克龙的表述 galling 令人火大。美国应该清楚向法国表明，马克龙的观点不可接受。路透社周二发自巴黎的分析电稿也在大肆炒作，说马克龙推动欧盟对华统一立场的目标，正在被他访华的相关言论在显著削弱。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说，美欧保持跨大西洋的关系强劲，这是欧洲安全的基础。欧洲加大自身的安全投资，这也并不构成对欧美合作的限制。云。法国总统上周在广州松园和中国元首临行告别之际曾由衷地表示说，这2天里我们的交流友好深入，使我进一步领略了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增进了对现代中国治国理政理念的了解。那么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作为对外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红线，马克龙通过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特别是与中国元首的连场深入的沟通交流，应该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认知与判断。所以有理由相信，法国总统在专机上接受本国报章《回声报》与美国政治网站采访时的表态，就是他的由衷之言。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他追求欧洲战略自主的一贯主张。周三在访问荷兰期间，马克龙他也再度回应所谓风波，强调法国与欧洲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支持一个中国，反对改变现状。
但是呢，马克龙对欧洲不做美国附庸的强调，明显呢犯了华盛顿的大忌。那么，既然白宫对别国总统外访去哪家公司都要插手，那么就更不能容忍盟国的领导人公开大谈所谓的外交独立性了。归根结底，这场言说风波关乎欧洲人到底有没有战略自主，到底能有多少战略自主。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提了一个很扎心的追问：欧盟自称是一个大中心，一个世界权力中心，一个独立的世界权力中心，那么就和美国、中国一样，那么欧盟为什么必须一直听命于美国呢？对此马克龙必须做出回答，欧盟呢更要做出回答。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